BMW 将推出全新的欧洲血统印度制造的 F40 GS， 如果售价是3开头的话，你敢买吗？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想简单分享一下 BMW 入门冒险车的世代交替。G30 GS 那一台许多人踏入 ADV 世界的起点，如今真的要退场了。至于接班人，没有悬念，就是那一台全新打造、号称从零开始设计的 F40 GS。当然，问题来了，这到底是310的进化，还是 BMW 干脆砍刀重练？重新定义什么才叫做入门级的 GS？ 你说是改革也好，断舍离也罢 ，G30 GS 它怎么说？这一台也是曾经扛起评价 GS 冒险梦的车子，终究只不过是一个过渡角色，不胜唏嘘啊。F40 GS 跟 G30 GS 一样，也是印度的 TVS 合作生产。不知道听到这里，本来对450有兴趣的车友，会不会心凉了一截？从概念车看得出，为了配合这颗全新引擎平台，从车架、上灯系统、悬吊几乎都是从零开始设计，不像当初 G30 GS 那种偏向城市通勤的架构。450的外形更趋向那种拉力风格的侵略感。近期也有不少450的经典照已经流出，单看引擎的外观的话，似乎真的有点那种F850、F900 GS 家族双缸引擎外观轮廓的样子。但是今年的照与概念车的外形两者之间还存在着蛮大的差异，尤其是钢丝框还有高压泄管。这些在辆车如果看不到的话，真的会非常的可惜啊！当然，真有听说过就是 F40 GS 在台湾售价会非常意外的亲民，所以由此可见，用预估售价反推回去的话，从今年照看到的一些配备很有可能就是很符合最终辆车的模样。然后 F40 GS 其他的规格基本上已经8、9不离10了啦但是呢，最终的准确规格，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今年的米兰车展的这辆车公布吧。目前看起来最快等到2026的 Q1， 台湾才有可能看到实车，比原先预估的好像晚了一点点。总之呢，以目前的资讯来看的话 ，F40 GS 的基础规格包括全新450cc的并列双缸，然后用的是高强度、重量比的镁合金以及其他轻量化材料打造，马力48匹，扭力45牛米。传闻这颗引擎的动力个性，将会是从未使用过的点火间隔设计，来提升扭力表现还有转速反应。重点还有6.5寸的 TFT 屏幕，这个在310改款呼声很高，但再也没有机会实现的遗憾。终于在450看得到了。说到这，真的有点可惜啊，很遗憾，终究还是看不到G30 GS 的时代去进化、去改款，然后变成一台更成熟、更加扎实的一个车型。毕竟单看 GS 我觉得还是有它好玩的地方啦。另外，电控的部分的话，也开始导入了汽车模式，其中会有 Rain、Road Enduro 模式可以切换，还有具备轻摇感应的 ABS Pro、TCS 循迹防滑。预计也会支援 USB-C 蓝牙连接、导航整合。如果 BMW 真的也用他们主电脑的模组，那 F40 GS 很有可能可以支援更多更进阶的电控升级。未来也可能推出上坡辅助，或是快排、胎压侦测、定速巡航，等等，也许都可以在下次改款会出现，甚至是用选配的方式提早出现，就是透过 OTA 直接升级到450上面。I don't know， 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一个点吧，就是以上提到的大部分的电控功能，早在大约5年前吧，都是 R150 GS 的专利，现在直接出现在450身上，舒服啊！另外，车底部分采用是钢管主车架，然后配上可拆式的副车架，然后倒塌前悬吊，后中置避震，然后行程的话，预估前面有180mm，后面有170mm，不多不少，刚刚好。然后基础量产车应该会以前19寸、后11寸的铝框为主，据推测也会跟后期的390 ADV 一样，未来可能会有机会推出钢丝框的版本。最好玩的是 F40 GS 的车重预估跟310一样，在170公斤左右。哇，这个45牛顿米的扭力配上这个车重真的让人非常期待。非常适合在林道为所欲为然后也不会失去跨线式重装负载、轻度远程的需求。整体来说，以上推估98%准确率的规格来看 ，F40 GS 它更像是一台小号的 F900 GS 的 Rally 特调版，而不是310 GS 的强化版。这意味着什么？BMW 想把入门车也做得像旗舰，至少 GS 家族一字排开再也不显得格格不入。
我想 BMW 也许在310这几年审视下来，进而想解决一个我觉得比较台面下的问题，那都是想要摆脱G310 GS 尴尬的定位。因为以 ADV 标准去审视310这台战略车款的话我真的觉得同为战略定位的 KTM 390 ADV 390各项条件还有性能都比310 GS 好太多了。所以从这次的 F40 GS 感觉得出 BMW 试图做出一台从入门就有战斗力的欧洲 A2 级车款，而且马力还非常过位的，刚好卡在 A2 上限48匹。除了机制的马力压榨，我觉得市场战略考量的意味也相当的浓烈。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市场的话这几具 ADV 还蛮单调的，硬要抽出400cc 左右这几具的话。我觉得 F450 GS 主要对手可能会是 KTM 390 Adventure， 虽然是单缸，但它战斗力真的不差。之前在 Pro 州冒险真的我觉得390 ADV 的性能，绝对是同级距最强的单缸 ADV。尤其新款的390 ADV R 版的配置轮胎是前21后18，前后悬吊的行程都是23mm。单看这两组数字的话，就知道它真的非常的硬派。然后另一台 F450 GS 的对手，绝对就是市场反应相当不错的春风450 MT。CP 值高，然后整体设定也非常趋向越野，然后身边 NT 的车友也回馈它的起步像电车一样，低速扭力非常的集中扎实。但传闻450 MT 日后台湾可能在引进上也许会有点问题，所以在台湾 F450 G 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顺便称霸，独占这个 ADV 双缸集聚的真空地带。但这也要看 F450 G 的台湾售价啦。产地印度预计今年在2025年底就会上市，当地预估售价换成台币的话，大约是在15万到18万的区间。然后有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参考，就是310 GS 在当地售价大约是台币11万左右。所以各种条件推估之下，如果像之前照那样的话，低排气管，然后铝框配置，引进台湾的售价在30万以内的话，想必会很有竞争力。再者，如果是传闻中有配备卸管跟钢丝框版本的话价格压在40万以内相信也有机会重遇到就是红牌入门级距的 ADV 车款，期待。但我个人觉得 F450 GS 的最终售价，当然也考量到现在台湾处于一个重车市场寒冬的情况下，我觉得450一般版本可能会落在台币33万到35万之间，这是我个人猜。总之呢，如果你是预算有限，但想要踏进 ADV 世界，G310 GS 曾经是一个很棒的起点。如果你现在考量的是功能更齐全、越野性能也能兼顾的话，我是觉得值得等一等这台新世代 BMW 入门的 ADV F450 GS，最终会开出什么样的诚意价真的希望不会像 S900 那样，开始定价长这样子，然后有了库存压力之后就变这样子，最后真的放到快变废铁了才甘愿这样子。而且买第一批的车主，也是要冒着良率脱伤率不好潜在的风险。Come on， 开价实在一点，赚钱是很重要没错，但是我觉得把市场做大也很重要。全然之下，我相信一定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总之呢，期待。回来看看 G310 GS 它的停产，我认为其实代表一种文化的转变。因为这台车从来都不是性能猛兽，单缸34匹，原厂避震也还 OK， 公路骑起来也不快，然后站着骑乘对于身高175公分以上的其实也有些别扭，占领到1档2档的动力延伸性也稍显尴尬。但是它存在对非主流的台湾 ADV 上来说，我觉得曾经意义重大。G310 GS 应该是很多人的第一台 ADV 吧，包括我自己，它确实很适合作为新手去开始探索 ADV 的第一台车。尤其在2018年左右入门 ADV 刚刚兴起那个时期当初我买310的时候KTM 390甚至也还没引进台湾，市面上这几具的ADV 就只有 Kawasaki 的 Boss 300。那时候真的是孤单寂寞居而冷。就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我相信G310 GS 让看着别人骑 ADV 的许多人踏上了开始自己骑着 ADV 去探索的第一步。现在 G310 GS 它真的退场了。一段评价 GS 冒险的时代，终于还是逐渐消退。反而就是总要有人先启程，那些走过的路才会成为风景。310就是那一道短暂却浪漫深刻的风景。如果当初没有310 GS 的出现也许我根本不开始骑车，它可以说是我搞浪漫的起点。没有它的话这5年我也相信不会有那么多的冒险回忆。310它从来都不是最帅、最猛、最科技一台 GS， 但它真的是最真实，然后最贴近我的一台 GS。
而且重点是，G3GS这几具我真心觉得也是最适合投入到这个台湾的玩车环境，又有兼顾到冒险的一台 GS，以我个人的骑乘偏好，其大排量的 GS 对我来说，可能除了增加吃车成本之外呢，最可悲的，我觉得还是在台湾的反人类、反直觉的一个法规笼罩之下，真的会骑得很憋、很痛苦。OK， 总之呢，现在 F450J 的出现，真的让我觉得，ADV 车的司机似乎越来越两极化。要么就是全配电控大排气量，然后要么就是重量级距，然后越野战斗机250cc 以上，然后像350GS 这种温柔的选项似乎就消失了。至于 S50G 的角色，跟7年前 G3GS 相比的话期待是能给下一个还未入坑的车友一个更具潜能的开始。最后，大家怎么看呢？G3GS 的落幕，你觉得可惜吗？F40GS 这一台准备面世的全新入门 GS， 你认为值得期待吗？我是克里斯。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啦，我们下次见，拜！哇，热死了。